你现在打开手机点个外卖，看一下天气，用导航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这些事情简单到你根本不会多想。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一切能运转，是因为你头顶正有上万颗卫星在同时为你工作呢？现在，请你想象一个场景，某一天，所有卫星全部同时失效，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导航不能用了吗？没那么简单。今天这条视频，我会带你走过一条完整的时间线，从卫星消失后的第1分钟到第72小时，再到1个月以后。看完你会知道3件事。第一，卫星到底在你生活中扮演了多大的角色，远比你以为的大。第二，最先崩溃的不是通信，而是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系统。第三，人类有可能在没有卫星的情况下继续运转吗？我们开始。很多人以为卫星离自己很远，其实不是。截至2025年，地球轨道上正在运行的人造卫星数量已经超过了1万颗。这些卫星大致分布在3个轨道高度：近地轨道，距地面大约160到2000公里，大部分通信和遥感卫星在这里；中地球轨道，大约2万公里高度，这是 GPS、北斗、伽利略等导航卫星的主场；地球同步轨道，大约36000公里，气象卫星和广播卫星通常待在这里。你可以这样理解，地球被3层不同高度的卫星壳包裹着，每一层负责不同的功能。这个结构运转了几十年，稳定到你完全感知不到它的存在。但正因为你感知不到，你才不知道你对它的依赖有多深。卫星失效后，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卫星消失的那一秒，你手机上的定位点就会冻结在最后一个已知位置，然后开始漂移，最后彻底消失。这意味着什么？全球每天有超过10亿台设备依赖卫星导航，从你的手机到天上正在飞的数千架民航客机，到海上的数万艘货轮。飞机还好，现代客机有惯性导航系统做备份，短时间内能维持航线，但所有依赖 GPS 进近的机场将立刻切换到传统雷达引导，空中交通管制的工作量会瞬间爆炸。海运更麻烦，现代远洋货轮高度依赖电子海图和 GPS 定位，一旦失去卫星信号，船长需要拿出很多年没用过的6分仪和纸质海图。但真正关键的问题其实还没有出现。很多人以为 GPS 只是用来定位的，但实际上GPS 卫星上搭载的原子钟提供的精确时间信号，才是现代社会最关键的基础设施之一。你可能会问，时间有什么好同步的？你手机上不是有时钟吗？问题在于，现代金融系统、电力系统、通信网络，全部依赖精确到纳秒级别的时间同步。举一个你马上能理解的例子，你用手机银行转一笔钱，这笔交易需要精确的时间戳来确认先后顺序。全球金融市场每秒有数以百万计的交易在发生，如果时间同步出了问题，系统就无法判断哪笔交易先发生，哪笔后发生。股票交易所会触发熔断机制，银行间清算系统可能直接瘫痪。电网也一样，现代电网的交流电需要严格的频率和相位同步，不同发电厂之间的电力调度依赖 GPS 时间信号来协调。一旦时间同步丢失，电网可能出现频率偏差，严重时会引发连锁跳闸。通信网络，包括你现在用的 4G 和 5G 基站，也需要精确时间同步来分配频谱资源。失去时间同步后，基站之间会互相干扰，通话质量急剧下降，数据传输出现大量错误。所以你看，卫星消失后，第一个真正的危机不是你找不到路，而是整个现代社会的时间基准崩塌了。金融、电力、通信这3根柱子同时开始晃动。这就是为什么有专家把 GPS 称为现代文明的隐形心脏。让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推演。如果所有卫星在今天同时失效，第一步0到1小时，全球导航信号消失，正在使用 GPS 的车辆、飞机、船舶立刻失去精确定位，航空管制启动应急预案，大量航班被要求就近降落，外卖平台、网约车、物流调度系统全面失灵，你叫的外卖骑手找不到你家了。第二步1到24小时，GPS 时间同步丢失的影响开始蔓延，金融市场暂停交易，因为交易所无法保证时间戳的准确性，部分地区电网出现频率不稳，个别区域可能停电，手机信号质量明显下降，通话掉线和网络卡顿变得频繁，气象卫星停止工作，天气预报从未来7天精确到小时退化成大致趋势判断。第三步24到72小时，没有卫星遥感数据，气象预测能力大幅下降，极端天气预警系统严重受损，没有通信卫星，偏远地区和海上船只彻底失去联络，军事侦察、预警系统出现巨大盲区，国际关系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变得高度紧张，物流系统混乱导致部分地区出现短期物资供应问题。最终结果，72小时之内，你不会回到石器时代，
但你会深刻感受到现代文明的效率和秩序有多大比例是由那些你看不见的太空设备撑起来的。如果这个状态持续1个月以上，全球经济损失将是天文数字，国际秩序可能面临重新洗牌。但接下来这个知识点可能比灾难本身更让你意想不到。很多人以为所有卫星同时失效只是一个思维实验，不可能真的发生。但真实情况是，有一种场景能让这件事从科幻变成现实，它叫凯斯勒效应。1978年 NASA 科学家唐纳德·凯斯勒提出了一个理论，当近地轨道上的太空碎片密度达到一个临界点后，一次碰撞产生的碎片会撞上其他卫星或碎片，引发连锁反应，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最终整个轨道高度变成一片高速飞行的弹片地带。这不是科幻。2009年，美国的伊星33号卫星和俄罗斯一颗已经报废的卫星在太空中以每秒约11公里的相对速度相撞，瞬间产生了2000多块可追踪碎片，而那些小到无法追踪的碎片数量可能上万。目前近地轨道上已经有超过3万块被追踪的太空碎片，未被追踪的小碎片可能超过100万块。随着各国和商业公司不断发射新卫星，轨道变得越来越拥挤。另一个威胁来自太阳。强烈的太阳风暴，也就是所谓的太阳超级耀斑，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损坏大量卫星的电子设备。1859年的卡林顿事件就是先例，那次太阳风暴如果发生在今天，后果几乎不可想象。所以，所有卫星同时失效，概率很低，但不是0。好消息是，人类并没有把所有鸡蛋放在太空这一个篮子里，至少没有完全放。导航方面，地面无线电导航系统 ELORAN 正在部分国家复活，它不依赖卫星，通过地面基站发射低频信号来定位，精度虽然不如 GPS， 但足以支撑基本的航海和航空需求。时间同步方面，很多关键基础设施内部配备了高精度原子钟，能在失去卫星信号后独立维持一段时间的时间基准，从几小时到几天不等。但长时间脱离卫星校准后，误差会逐渐累积。通信方面，海底光缆承载了全球超过 95% 的洲际数据传输，卫星通信其实只是补充。所以你刷短视频大概率不受影响，前提是你的基站时间同步还没崩。气象方面，地面气象站、气象雷达、探空气球这些传统手段仍然存在，只是覆盖范围和精度会大幅下降，尤其是对海洋和极地的监测几乎会变成盲区。所以人类有备份方案，但这些备份方案的能力远远不如卫星系统。这就好比你家停电了，你有蜡烛，但蜡烛能支撑多久？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总结今天的内容，第一，你每天的生活比你以为的更加依赖卫星，从导航到支付到天气预报到手机信号，卫星是那个你看不见但无处不在的基础设施。第二，卫星最关键的作用不是定位，而是时间同步。失去时间同步，金融、电力、通信这3大系统会在数小时内开始出问题。第三，所有卫星同时失效不是纯粹的幻想，凯斯勒效应和极端太阳风暴都是真实存在的威胁，只是概率较低。现在我很好奇，今天这些内容里，你觉得最反直觉的一点是什么？是卫星和时间同步的关系，还是你没想到外卖、打车这些日常功能全都依赖卫星？又或者，如果有一天卫星真的全部失效了，你觉得人类需要多久才能适应？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想法。如果你喜欢这种用科学视角拆解日常生活的内容，记得点个赞，订阅频道，我会持续分享更多有意思的科学故事和冷知识。我们下期见。